你发现了吗？婚恋市场上只剩下女人了。前两天有个热搜啊，说是在深圳、南京、青岛相亲会男女比例已经失衡到了1:50。今年1月份，成都市人民公园贴了一张通知，相亲角女生位置已满，暂停登记。在上海，据说相亲市场男女比例已经突破了1:9，意味着9个女人抢1个男人。前段时间呢，遇到最离谱的事儿，就是一个93年的女生上来就给我提了3个不要。第一呢是不要无息、无房、无车、无存款的3无产品。第二呢是身高不能低于1.8米。第三呢就是在通讯录里，如果超过5个异性以上的人。我听完这个条件啊，我就说前2个条件已经直接砍掉90%以上的中国人了。你再来一个微信里面不能超过5个以上的异性，那你这就有点咄咄逼人了吧？这个女生就说：“那你不懂了吧？这个叫爱我，这个叫占有欲。男生都喜欢这种粘人的。”当时我也懒得跟他掰扯了，我就说：“那你来我这儿当是选妃呢？我没办法。”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现在中国的相亲市场当中已经魔幻到仿佛进入了女儿国。最近呢，还有条新闻引发了热议。在南京某高端的相亲活动当中，男性不仅可以免费入场，反而是女性要缴纳几千块钱的报名费。那即便是如此，现场男女比例仍然是悬殊到令人震惊，竟然达到1:50，也就是说50位女性围着一个男性展开竞争。这样的极度失衡的局面并不是个别现象。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武汉惊现全女相亲大会，有700多名女性到场后直接傻眼。本次相亲大会规定的是男性入场免费，女性呢则需要支付3800元的入场费。原以为男人免费入场一定会来很多人，可万万没想到700多个女性盛装出席，可结果呢1个男的都没有。估计到现在他们也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去年在杭州也举办了一场相亲会，现场呢同样有几百名女性，男性几乎没有。但不同的是男性则需要交2000元的入场费，女性则免费。很多人都不懂了，你让男人掏钱他们不来，这可以理解，你让女人掏钱呢他们还不来，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有消息指出，武汉的剩女已经突破了100万大关，30岁以上的女生无人问津。辽宁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相亲聚会上女生必须要缴费入场。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竟然还有人问我说，卢姐，女生收费吗？你都不知道咱们营口这边男女比例有多吓人。营口这边优秀的男生和优秀的女生比例是5:1，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男生有5个女人都在看着他，想认识他。你还问我女生收费吗？收费肯定收。在相亲公园里也常常可以看到一幕幕现实又残酷的画面，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生远远多于男生，内卷异常激烈。许多女生不再谈任何条件，甚至是倒贴车房，只求能够早点成家。无论是幼儿园教师还是大学教师，都在排队等待机会。家庭更是全员出动帮忙找对象，自带嫁妆不要彩礼，只为给女儿寻一个靠谱的归宿。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现在厦门嫁女儿真的卷疯了，刚从厦门的相亲找回来，简直震惊了。很多丈母娘直接说不要彩礼，不要车，不要房，甚至还送房。这些女生大多都是28到35岁，学历高，工作好，能力强，反而因为她优秀找对象变难。如果你在厦门收入稳定，有8000上下的工资真心想结婚，那真的很有可能娶到这样一个姑娘。阜阳市河滨公园的相亲角，在这里呢，剩女一大堆，22岁到28岁之间的女生非常的抢手，35岁以上带车带房的大龄剩女却无人过问，女多男少。很多大龄剩女呢已经清醒，甚至有些呢不要彩礼，倒贴车房，她们呢只想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男生。那么为什么相亲圈里都是女多男少？有分析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残酷的双重标准与心理落差。与女性不同男生知道自己穷的时候不会进入相亲市场，一来呢是浪费钱，本来赚钱就不容易这二来是太打击自信了，相亲几次多被打击几次，心态会崩的，后面不会再去相亲市场，慢慢就女多男少了。现在的相亲现状是条件对等情况下呢，普通女生看不上普通男生，一个月薪3000的女性理论上呢可以找一个月薪3500的男性配对。实际上看看像王婆相亲这样的场合就知道了，很多月薪3000的女生开口就想找月薪2万的男生，可是真正优质的男性压根就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他们早就被那些眼光敏锐、行动果断的女生提前给锁定了。
而那些条件没那么突出的男性，在相亲市场上不仅缺乏选择权，而且连存在感都不强。有些人碰了几次壁之后，就干脆选择退出，不再参与这场明码标价的感情博弈。另外呢，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据说单身男女比例保守估计都已经达到了1比10。不少女性幻想中有房有车对我好的理想型，其实呢，早已经没有多少可选择的空间了。刚刚呢，有一位37岁的女博士来报名线上相亲，211毕业，年收入呢几十万，安徽人，在北京呢有房有车，工作也不错。她看中了一位985的硕士毕业的男生，这个男生呢比她小3岁。这个女博士啊，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能再拖了，而且觉得这个男生呢也不错，就去加这个男生的微信。但是呢，被这个男生给拒绝了。这个男生说啊，咱俩不合适，你也别加了。这女生呢就说，你看咱俩学历相当，工作相当，这个家境呢也相当，觉得挺合适的呀。而这个男生反问女生，结婚后呢，我们的婚房谁来买？这个女生坦率表示自己在北京有房有车，愿让男生搬过来住，房贷可以一起还。但男生听完后却有一些犹豫，他反问，房子在你名下，贷款就要我来一起还，这样真的公平吗？他接着说，尽管女生事业不错，收入也高，但她工作忙，自己呢也是一样，每天都在外面奔波，几乎没有时间相处，而他更希望找一个踏实顾家的女生。学历高低倒是其次。谈到了最后，这位男生还提到一个比较敏感却现实的问题，说实话，我还是觉得你年龄稍微有点偏大了，我也得考虑将来孩子的问题。虽然他说的含蓄，但这句话点出了不少女生在婚恋中不可回避的一道关卡，年龄带来的现实压力。还有一位相亲红娘一语道破现实，她每天接待无数个单身男女。坦白而言，很多人来找对象好像是来许愿的，什么都想要，现实却很残酷。现在在北京啊，单身男女比例已经1比10了啊。其实这个是我很保守的说的，真相我都不敢在这说啊，实话的。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是认不清自己的啊，天天的啊，大龄剩女来许愿，说实话啊，也就算了；二婚带娃的来许愿呢，好也就算了。甚至现在啊，有60岁的大姐呀，都开始许愿了啊，你们懂的吧？她说啊，我要找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啊，条件好的老头，北京得房子多啊，对自己的孩子得好，退休金有多少多少都得交给我的，结婚要怎么地啊。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问他，我说那您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呀？啊，您是能给他再生个孩子吗？还是能让他第2次荷尔蒙跳动啊？还年龄相仿的条件好的，哎呀，人家这个条件呢，能找你才怪呢啊！还有许多女性感叹，年纪轻时呢，自以为自由无拘的生活就是理想，但到了38岁，忽然发现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没有亲密关系的生活是那么的空洞和漂白。我这几天脑子里一想到，我都38了，38了，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连男朋友都没有，我连玩都没有心情玩了。我以前最想过的生活就是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没有牵挂，可以到处玩。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真的拥有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没有人管我的时候，这个感觉竟然是这么空虚。以前年纪小不愿意承认，到了这个年纪，真的感觉一个家庭、一个配偶、一个孩子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没有这些，你的人生是没有寄托的。就算你一个人过得再好，你也像浮萍一样是没有根的。生病了，没有人给你递杯水，没有人给你打120，甚至都不会有人发现你已经晕倒在地上了。我现在真的就都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该怎样才能过完剩下的这几十年呢？而一些更尖锐的声音则直指优质剩女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伪命题。大龄优质剩女是一个伪命题，剩女就没有优质，真正优质的根本剩不下来。什么女人是漂亮的，什么女人是过日子的，男人是分得很清楚。女人眼里的爱瑜伽、爱烧烤、爱烘焙、爱旅游、爱骑马，在男人眼里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爱花钱。你有多少钱，你也不给男人花；你有多少房，你也不给男人分；你有多少债，你还希望男人给你还。所以女人有多少资产，对于男人根本就不是优势，反而大龄就真的是最大的劣势。还有苏州网友直接戳穿了所谓的大龄高知女的滤镜。你们以为苏州那些大龄剩女都是高颜值、高收入，因为事业所以说耽误了找对象的一个优质女吗？我告诉你们啊，其实苏州的大龄剩女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农村，大专或者是普通的本科学历，
收入不高，没房没车啊，颜值也比较的一般，心智不成熟，女权思想很严重，优质男的一般都不想搭理他们，条件一般的他们又看不上，这类女生最后可能呢只是嫁给了梦想吧。这些声音都似乎反映了当代中国婚恋市场存在的很多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大龄剩女们还遭遇了新的对手——外国新娘的强势入场。最近北上广深的相亲角着实有些魔幻，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举着不要彩礼只要中国男人的牌子跟咱本地姑娘抢对象。北京中山公园00年的北大俄籍硕士说自己在俄罗斯有2栋别墅1个农场，征婚条件就一条，找个靠谱中国爷们儿，彩礼意思就行。成都相亲角更绝，有个俄罗斯姑娘直接写着房车自备，彩礼8800，这哪是征婚啊，分明是来搅局的。民政数据显示，2024年跨国婚姻登记量同比增长了23%，其中呢，外籍新娘占比高达70%，这趋势几乎打碎了部分本地女性长期依赖的性别优势神话。另外呢，网友指出，娶本地姑娘往往要掏空6个钱包，东拼西凑付首付，再加上几十万的彩礼，而娶个外国新娘不仅是零彩礼，而且还自带房产资产，就像直接跳过奋斗阶段，少走20年的弯路。听起来是刺耳，但这正是如今许多相亲角男人们最真实的心理账本，谁能不动心呢？当然，跨国婚姻依然是小众选择，真正让当代年轻人望婚却步的是压在肩头的现实，动辄500-600万起步的1线城市房价，孩子从出生到教育的一路高投入，以及职场高压下根本没有恋爱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才是婚恋市场的畸形根源。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对数只剩610.6万对，10年结婚人数直接腰斩，生育率也连续3年跌破1000万大关。这背后是啥？是年轻人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更是被畸形婚恋观逼得想逃离。更扎心的是，大龄剩女们在被资本捧杀的路上越走越远。多少营销号天天灌鸡汤，女人就该嫁个能养你的，结果害得不少人不管自己月入多少，都把几十万彩礼和全款房当标配。博主还指出，在国内某些相亲局里，女生开场就是查户口、房子是不是全款、月薪有多少、彩礼准备了没，仿佛在面试高薪岗位。而更令人尴尬的却是，不少女生自己月薪不过5000，却张口叫男方年入50万，全年无休提供情绪价值，这哪是找伴侣，简直就是找保姆加提款机2合1。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